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电脑可以在几秒钟内破解你现在使用的所有密码，包括你的银行账户、加密货币钱包，甚至是政府的机密资料，你会相信吗？这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量子电脑，一个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技术，以及为什么连以太坊的创办人都开始击响警钟。首先，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什么是量子电脑。你现在用的电脑，不管是手机还是笔电，都是用0和1这两个数字来计算的，就像开关一样，不是开就是关。但量子电脑不一样，它可以同时处于0、1或者0和1的组合。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玩猜拳游戏，普通电脑一次只能出一种手势，但量子电脑可以同时出石头、剪刀、布，然后选择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量子电脑的运算速度可以比我们现在的电脑快上万倍，甚至100万倍。近期中国在深圳开始建造世界第一座专门生产量子电脑的工厂，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研究项目，而是真正要大量生产的工厂，预计每年可以制造几十台量子电脑。负责这个工厂的公司叫做 QBS， 创办人温凯曾经在 Google 工作，是史丹福大学的量子计算博士。2020年他回到中国创立了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成功制造出550个量子位元的量子电脑。什么概念呢？这台机器解决某些问题的速度，比现在最强的超级电脑还要快数万倍。你可能会问，量子电脑不是早就存在了吗？ Google、IBM 不是都有吗？没错，但这里有个关键差别，大部分的量子电脑需要在极低温的环境下运作。我们说的是比南极还要冷273度的环境，这需要巨大且昂贵的冷却系统。但 QBS 做的是光子量子电脑，它用光的粒子来进行计算，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室温下运作，不需要那些昂贵的冷却设备。这意味着它更容易大量生产，成本也更低。这就像是从需要专业机房的大型主机进化到可以放在桌上的个人电脑一样的突破。以太坊的共同创办人 Vitalik Buterin 最近发出警告，根据预测平台的数据，量子电脑有 20% 的几率在2030年之前就能破解我们现在使用的加密技术。这意味着什么？你的网络银行、信用卡交易、比特币钱包，甚至是传送讯息的加密，都可能在几秒钟内被破解。现在保护这些系统的密码，需要传统电脑算数千年才能破解，但量子电脑可能几秒钟就搞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数学上的现实。面对这个威胁，全世界都在加速行动。美国刚刚拨款 1.4 亿美元给芝加哥的量子计算中心，英国也提供了 1.27 亿美元给牛津大学的量子研究。但中国是目前全球量子技术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且现在还要开始大量生产。除了深圳的这座工厂，中国今年稍早还在上海启动了光子芯片生产线。这就像是新时代的太空竞赛，只是这次比拼的是运算能力，而赢家将掌握未来的数位世界。以太坊团队也正在开发抗量子加密技术，简单说就是连量子电脑都破解不了的新密码系统。他们计划在2027年推出的以太坊 3.0 中加入这些防护。美国政府也设定了时间表，要求在2030年淘汰容易被量子电脑攻击的旧加密技术，2035年完全禁用。关键是要抢在量子电脑真正普及之前，就把防护系统建立起来。你可能会想，这些高科技离我的生活很远吧？其实不然，量子电脑不只是威胁，也是机会。它们可以加速新药物的研发，让治疗癌症的药物更快问世；优化交通系统，让你上班不再塞车；改善天气预报，让农民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最好；甚至帮助解决气候变迁问题。但前提是我们要先解决安全问题，确保这项强大的技术不会被滥用。台湾在量子电脑领域虽然起步较晚，规模较小，但凭借住半导体产业的深厚基础和政府的战略投入，正在稳步建立自主的量子技术能力。虽然距离中国的商业化量产还有差距，
但台湾专注于基础技术扎根，为未来的量子时代做准备。在全球量子竞赛中，台湾选择了一条更务实的道路，先建立技术基础，再寻求突破，这可能是符合台湾国情的最佳策略。你怎么看这个量子时代的到来？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掌握更多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资讯。